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 Hot Search 1。萧敬腾与经纪人 Summer 的婚礼于10月13日在台北举行。这场婚宴被誉为今年娱乐圈的重大盛事，不仅是萧敬腾本人的知名度，还有整个演艺圈的大咖云集，使得这场婚礼成为媒体和粉丝瞩目的焦点。包括张小燕等重量级人物的出席，更加凸显这场婚宴的特殊性。很多参加者都以最高的姿态出席，场面可谓星光熠熠。婚礼的盛大不仅在于参加者的身份，还有在婚礼上展现的情感。Summer 和老萧经历了长时间的合作，这次婚礼更像是他们情感的一次总结与升华。在婚礼上，两人交换誓词，萧敬腾感动落泪，表示我这辈子会做很多好事，因为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起。这段誓词道出了他对 Summer 的深情，让在场的嘉宾无不动容。两人在婚礼前曾前往挪威拍摄婚纱，并且坚持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这一切都是为了体现他们对彼此的重视。此外，萧敬腾的岳父林光宁曾是演艺圈的资深男星，如今因中风而坐在轮椅上，但他的存在与祝福让婚礼多了一份厚重的家庭情感。萧爸在婚礼上更喊话你们要添丁，这也反映了家人对于新婚夫妇的期待以及对未来家庭的愿景。这些话语中不仅充满了对子女的祝福，也包含了一代人对于家庭的看法和对下一代的期待。这场婚礼不仅是娱乐圈的一次聚会，更是一段真情实感的展现。名人们用他们的方式来祝福这对新人，而萧敬腾和 Summer 则用他们的誓词和行动向大家展示了什么是爱与承诺。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婚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炫目的排场，还是真挚的感情？这场婚礼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华丽的外表，更是爱与家庭的本质。你认为婚礼应该更注重形式，还是内在的情感？ Hot Search 2。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于10月13日进行，最终结果显示不同意票高于同意票，罢免案未能通过。根据基隆市选举委员会的统计，不同意罢免票数达86014票，而同意罢免票数则为69934票。此结果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其中报复性罢免是否成为未来的政治常态更是关注的焦点。林浊水对此事件的评论指出，仇恨值很值得动员。这一说法直接点出了台湾政治近年来逐渐增强的对立氛围。这次罢免案虽然未成功，但与其结果相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罢免动员的背后动机以及对未来政治生态的影响。当报复成为主要动机时，罢免活动的正当性是否依然成立？许多评论认为，政治动员不应以个人或政党仇恨为出发点，而应该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然而，这次罢免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各自动员力量，最终结果显示，谢国良成功保住市长职位，但这也反映了基隆市民之间的明显分裂。另一方面，民进党对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也有不同解释。民进党表示，此次罢免虽未成功，但仍获得近7万票支持，逼迫国民党全党动员救援谢国良，称之为虽败犹荣。这样的评价背后也透露出民进党的政治策略。尽管罢免未果，但动员支持者的力量并没有消退，反而加强了未来的政治基础。这样的动员是否能持续成为政治常态，或是只会加剧政党间的对立，这一切仍需要时间来检验。未来台湾的政治是否会因这样的报复性罢免而变得更加撕裂？政治行动的正当性是否应该更有约束力？
这些问题留给每一位市民去思考和评价。您认为政治罢免应该更强调公共利益还是政党利益？ Hot Search 3. SpaceX 于10月13日再次创造了太空历史。Elon Musk 的 Starship 火箭在成功完成测试飞行后，顺利使用巨型机械臂将推进器回收至发射台。这次成功的回收不仅代表了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也象征住人类在太空探索道路上的一大步前进。此次测试中 ，Starship 的上部推进器在飞行过程中顺利分离，并在印度洋上空进行了控制性的爆炸。而最令人瞩目的是，下部推进器部分能够成功被巨型金属臂接住。这一技术的实现，使得未来火箭的可重复使用性进一步提升。这样的创举背后，面临着众多技术挑战。首先，火箭的回收过程需要精准计算飞行轨迹与下降速度，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整个回收过程失败，甚至引发危险。此次使用巨型机械臂的方式来捕捉火箭，尤其考验了机械系统的稳定性与精确度。对于 SpaceX 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挑战，更是展示其技术能力的一次试验。这也显示了 SpaceX 在火箭回收和重复利用方面的强大实力，进一步减少了太空探索的成本，让更多的可能性变得可行。这次 Starship 火箭的成功回收，将使得 SpaceX 更接近于实现 Elon Musk 提出的星际旅行梦想。未来，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更多类似的技术应用与大规模的太空探索？这样的突破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也意味着更多人能有机会参与到太空旅行中。而这也让我们思考，太空旅行究竟是科幻电影中的梦想，还是我们即将能够触及的现实？你认为这样的技术进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未来？ Hot Search 4. 黄建伟因在 Me Too 运动期间被女演员米娅唐婉彤指控，称其多年前在米娅服用安眠药时对她进行性侵，而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米娅的描述，当年剧组在台东拍摄期间，有人揪团唱歌，黄建伟在米娅服用药物准备入睡时，敲她房门并趁机对她施暴。随后，黄建伟否认了这一指控，并提告米娅妨害名誉，但最终案件不起诉。38 Source 40 Source。米娅面对的不只是法律上的挑战，还有来自戏剧圈的沉重压力。一些朋友警告她不会有人相信你，然而她仍决定站出来，寻找证人并公开自己的经历。在寻求支持的过程中，幸运的有2位北医大的校友站了出来，表示他们在学期间也曾经遭到黄建伟的性暴力。这些声音的加入，使得事件不再只是米娅个人的经历，而变成了整个群体对抗不公正对待的象征。北医大的另一名校友符若云，在毕业多年后回到母校提出性平申诉。他们表示，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他们希望学校能够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防止更多人受到类似的伤害。这些受害者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被正视并解决。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害者往往选择沉默？只有少数人敢于站出来发声，而这些勇敢站出来的人，又是否能真正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社会应该如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让每一个受害者都能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故事。你认为，在这样的事件中，社会应该如何去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并使加害者负责？ Hot Search 5. 2024年10月14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展开联合利剑2024闭环台军演，包含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等多个兵种参与。行动范围涵盖台湾海来、台湾北部、南部及以东海域。此次军演动作频繁且力度颇大，多艘舰艇和飞机多项逼近台湾海域，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我国国防部对此强烈谴责，并派遣适切的兵力捍卫主权。这次的军演并非单纯的军事训练，
更是对台湾和国际社会的一次政治示威。中国方面表示，此次军演旨在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湾分裂势力发出严重警告。然而，台湾政府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样的行动只会加剧区域的不稳定性，并使台海局势更加紧张。台湾国防部也表达了对此次军演的不满，并强调台湾会以适切兵力进行应对，确保领土主权的完整。本次军演让许多专家担心，这可能是未来更多次对抗的前兆。近年来，解放军多次在台湾周边海域展开大规模军演，每次行动似乎都有进一步升级的迹象。此次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的规模和参与兵力再创新高，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加强对台湾的施压？这对两岸和平的未来走向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两岸是否还有通过外交或其他和平手段来化解矛盾的空间？这次的军演是否会成为未来冲突的催化剂？您认为两岸之间还有可能找到避免对抗的出路吗？